就在2个星期前，我与世隔绝了12天。这12天里面，就做了一件非常非常神奇的事情。我去一个冥想中心参加了12天的静坐冥想，而且是和 Scott 一起的。如果你们已经看过 Scott 视频，那你们肯定知道，他以前在巴厘岛参加过一次10日内观。这个词可能听起来比较拗口，内观是什么东西？因为它并没有那么普及，所以很多人第一次听说，或者说听了一头雾水也是很正常的。它是一种源自印度的一种古老的冥想方式，然后基本上就是你用最客观的方式去看待自己。然后我们每天都要静坐至少超过10个小时，我们有一张时间表。做它的过程中就是在跟随着指导，然后冥想，期间是不能有任何的说话，包括肢体语言，不能看别人的眼睛，也不能有肢体接触。其实就是去年的这个时候，我第一次听说这个概念，我的想法是，我觉得和大部分第一次听说的人想法是一样的，就是这是什么鬼？这是不是什么宗教？是不是什么邪教组织？竟然要人坐在一个地方10天不能说话。我当时的感觉就是这完全不能接受，这有点超出我的认知，就是谁爱去谁去，反正我是不会去的。因为我总是很难接受，我要在我的生命里面拿出10天的时间去做一件我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结果的事情。所以即便是我有很好的证明例子在我旁边，但我就是没有想过自己想要主动去。那这一次我为什么会在英国这边参加呢？其实原因之一就是因为 Scott。 然后第二点就是，虽然说我自己没有主动想要去的那个欲望，但是我还是有点好奇心的。我使劲去脑补那10天里面巴厘岛的那一次 Scott 到底发生了什么，他经历了什么，但是我是想象不到。所以呢，我也是算是去填补自己的这个好奇心。这应该是我活30年以来第一次我拿出来12天，完完整整的12天，12乘以24个小时，我不知道多少个小时，就是真的不用去理会任何的事情，不用去有任何的责任，不用去担心任何的事情，不要去强加自己的重要性，去幻想自己有多么的不可或缺。然后结束之后，我发现这个验证让我有一种很自由的感觉，因为是完全沉默中的，然后也没有任何的肢体语言。所以当我们这个规则开始实行的那一刻，当鸦雀无声，然后大家不再互相看的那一刻发生的时候，我忽然意识到，这就是伊人的天堂。虽然和大家在一起吃饭，在同一个大厅冥想，甚至我还有一起睡觉的室友，就是你走到哪儿可能都会有人跟你擦肩而过，但是我发现我没有义务去看他们，或者是有眼神交流，或者是打招呼，或者是微笑，就是我什么都不用做了。发现这是一种真正的休息，是一种面对看似你需要社交的场合，但是你完全不用去社交。我们每天4点就要起床，4点半就要开始做第一轮的冥想，然后那个环节是2个小时，然后是吃早饭，然后早饭之后又不拉不拉，就是每次是至少要做1个小时的，有的是2个小时。这样时长的一个静坐，我来到这个中心的时候，就是跟这么多人在一起做的时候，对我来说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我尝试过跟 Scott 静坐，我可能半个小时之后就有点坐不住了，我的脑子会像宇宙大爆炸一样，就是各种思绪乱飞，你完全不想做，你感觉是在浪费时间。然后同样的相似的这种感觉其实也发生在了我的前3天里面，但是会好很多，因为感觉到一种能量场，就是周围有几十个人你旁边跟你一起在做同一个事情，所以那种不耐心和焦躁感降低了很多。但是呢，脑子里面的思绪还是一样的。比如说我坚持1分钟，这1分钟里面只关注自己的呼吸，什么都不要想，我发现这个很难发生。不信的话，你们现在可以闭上眼睛试一下，不用很长，你就给自己定一个1分钟的闹钟，然后你告诉自己关注自己的每一个呼每一个吸，你看看这中间有多少次你会被你的思绪给打扰，你需要多长时间能够意识到
你的思绪打扰你了，然后你又回到你的呼吸上，自己可以试一下，然后你就知道会有多难。总之前3天我们就是在练习这个事情，就是练习自己对于呼吸的这个专注。但是我记得非常清楚，有一个瞬间我突然发现，哎，我可以了，我可以就是只关注着我自己的呼吸，关注着气息流进鼻孔，然后再呼出鼻孔的这个过程，我可以就是觉察到这个过程每一次发生非常清晰的，然后不受任何打扰的，我可以连续做1个小时了。然后那是我第一次出现一种非常喜悦的感觉。其实用另外一种比较 spiritual 的词，就是说狂喜。天哪，我竟然可以摆脱我的思绪，不受我的思绪的控制，我可以去控制他们，可是我不理你们。他们就慢慢的散开了，我可以全然的关注在自己的呼吸上1个小时。我觉得如果是只是在家我自己去练习冥想也好，做什么也好，我觉得这种还是很难达到的。其实我一直以为我们从去的第1天开始就是在做内观了，但到第4天我才发现，原来我们前3天做的都只是呼吸练习，就是去客观的观察自己的呼吸，练习这一个动作，就是在练习我们的觉知的敏锐性。然后其实是真正的内观是从第4天下午才开始的。葛音卡就他的声音带着我们练习了1遍，然后我觉得我的挑战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因为从内观真正开始的时候，已经不是只是在关注你的呼吸这么简单，就是你要做很多东西。如果现在说出来的话，你们可能会感觉有点不可思议。你的心，你的觉知要移动你的整个身体，其实真的挺神奇的，就是从头到脚，从脚到头，然后就是这样做来回的切换，然后会真的发现，诶，你能够感觉到很多你平时感觉不到的一些感受。这些感受它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事情才出现，而是它一直都在那里，只是我们的心太粗糙了。即便这个东西在，但是你平时生活中你根本都感受不到它，你都不知道它的存在。只有当你的心变得很敏锐，你的心变得很温柔的时候，你才能够注意到你身体的很多细节，很多你平时根本都以为不存在的东西。我说的很难，是因为有一种我在训练我自己的脑子，训练我自己的心的那种感觉。就是可能平时我是一个桀骜不驯的人，我爱做啥做啥，然后什么也不管，也没有给自己定规则。但是突然之间我要训练我的心了，因为我们有健身，对不对？健身房健身，你健的是你自己的这个肢体，这个物理层面的。但是如果说健心的话，就是健的是你的这个头脑层面，你的思维层面，你的这个灵性层面的。看似你的身体是静止不动的，像一尊佛一样，但是其实你的内在是在工作的。那个过程让我感觉还挺难的。然后我记得到第5天的时候，我的背开始疼了这是我真的没有想到我竟然会背疼。其实也理解得了，因为你一直在做嘛。然后我的上背真的疼得不得了，疼得受不了。就是它不只是说别人掐你一下那种疼，或者是用针扎你一下那种疼，它是一种疼加酸，像是有一个中心点，然后它往外散发电流一样的那种酸感。然后有好几个瞬间，我想突然这样子，我想突然做一个很极端的很大的动作，这样子就是去抵抗那个不舒服的感觉。但是我又不能那么做，因为那样做的话可能会吓着别人。而且我觉得我可能是要去坚持一下，就是不要去做那么大的一个幅度，因为像那样子的一个动作，其实是连我自己都会有点吓着我自己的。我觉得那个情况下是有一种什么东西像是在 fighting 在 battle 一样的感觉。一方面是我身体传达给我的这种很难受很怪异的这种挣扎的感觉，好像在鼓励我，你应该做点什么东西，你应该就是突然之间发疯，你应该怎么样的，让你自己舒服一点，那样的话你才会好。另一方面呢，告诉我就是这个声音在欺骗你，其实你的身体真的没有什么问题，你不要去听他讲，然后不要让他去欺骗了你。然后我自己的话，我是站在理性的这一边的，就是对呀，为什么我会有这种突然想要站起来的这种感觉，好像被人控制了一样。然后我到底想要看看你能对我做什么，所以呢就去不停的坚持，但还是很难的。所以呢第5天
大部分的时间我都是一直在动，然后每次动声后背就会咔一声骨头响的声音，然后会帮助我好一点。又到了下午或者是晚上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意识到我这个背部的上半身的背部疼痛减轻了很多。这个听起来可能很玄妙，因为我没有跟你们讲，就是我们到底是做了什么，是怎么做的才会让这种身体层面的感受发生一个很神奇的变化。跟随着这个内观的冥想去走，然后我会发现，哇，这么神奇！我的背没有就是上午的时候那种我想这样子的那种感觉了，就是我可以轻轻的动一下，它就已经没有那么折磨人了，它就已经好很多了。所以光这一点就让我感觉，我可以就是 relate to Scott 的第一次的反应了。因为他第一次在巴厘岛做的时候，他那个背是真的疼，他是出发之前他的那个背的下部就已经有点损伤了，因为他之前做一些 workout。但是当这次小小的体验在我身上发生的时候，我能感觉到，就是内观，你在客观的看待自己身体部位的每个感受的时候，然后不做任何的反应，真的某些 magic 会发生。然后那是我第一次，就是我在心里面默念说，内观，你还是有一手的，就有这样子的一个对他很信任，就是非常非常正向的一个幸福感，就是从那一刻开始。因为这次去之前，我已经了解内观了，我老公去参加过，他会分享很多很多故事，然后所以呢，这其实是有点，我觉得其实是有点不好的，他会帮你产生一种错觉，如果你不能够及时分辨的话，就是你会以为别人经历的你也会经历，期待他之前身上发生过的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事情，你也想要去发生，就这种你想要的这种心态你控制不了。我就有这种想法，就是之前Scott在巴厘岛第一次的时候发生过一些比较算是你可以说是比较神奇的一些经历，他比如他的某些记忆被激活了，然后怎么样，我就感觉我也想要这个东西，看看我能不能有这样的体验。就是我也在闭眼睛的时候，我也在希望着看看我小时候的某些被遗忘的经历，或者是我早年间是不是有某些创伤会不会这个时候被激发呢？倒是很好奇，因为我确实记不清楚我有什么创伤，我就期待呀，发现我任何跟童年跟我早期的任何的创伤都没有出现。但是呢，跟我生活最近这一年的一些经历倒是出现了，这个还是如我所料的，因为事情发生的比较最近，然后也是我从来没有对外公布过的一些事情，就是因为是很私人。我真的以为我处理好了，我以为我已经消化好了。我觉得这次冥想，这次内观，就算是会有什么东西出来，可能也就是一点点，不会有让我很惊讶的东西出来。但是呢，事实证明，我以为的我消化好，但其实我还没有消化好，还有很多很多东西在底层逻辑是我没有理解的，是我没有去诚实面对自己的。然后在那一刻，我发现我通通的都弄清楚了。从第5天到课程结束的，就是第11天的时候，我中间有过8次流眼泪，每次都是不同的东西，然后有一半以上都是因为最近这一年中生活发生的一些事情，然后不同的瞬间，比如说我脑海里面就是浮现到我身边某个亲近的人，然后他当时的一些表情，一些心理状况，然后我发现我在那个时刻，我能够好像我是他一样，就是他心中的那个痛苦，还有什么样的情绪，好像我在替他经历一样，然后就是我不知道那种是什么感觉，你知道吗？就是会让你从一个很平静的冥想状态，突然之间，就是你的眼泪，除了生活中发生的这些事情以外，然后我那8次的流眼泪里面还包含了一些别的东西。然后有一次是很神奇的，就是我们早上6点吃完早饭之后，其实天还是很黑的，特别英国这边天亮的特别的晚，6点的时候还是一片漆黑。然后我们吃完早饭从餐厅走向
那个宿舍的时候，我瞄到天空有一点点那个红的颜色，然后我就赶紧去宿舍拿了我的眼镜，因为期间我也不用看人，所以我不戴眼镜，但是因为我想看看那个日出到底什么样子的，所以戴了眼镜。然后我出来的时候发现那个朝霞已经又更红了一点，然后那边的天空也更加亮了一点点。我就站在非常非常寒冷的清晨里面，注视着前面有红色的地方，然后大概站了20分钟吧。我从那个朝霞很红很红，到慢慢的变成橙黄色，到慢慢的变成再稍微浅一点的黄色，然后注视着它整个变化的过程。然后朝霞前面是有一排长得很好看的，但是树叶全掉完的光秃秃的树，它们的形体很好看，然后映衬在那个红色的光里面，也是每一个枝条都非常的清晰。然后我就在看那个场景，然后当我定定的看着的时候，眼泪就不自觉的从我的眼睛里面流了下来。当时也有很多人被吸引过来，就是有人过来边缘看一看，看个20-30秒就离开了，然后再有一个人过来。但是我发现我移不动我的脚步，我眼睛就一直在盯着前方看。我在想，我是因为被眼前这一幅就是金灿灿的这么丰盛的美震撼了吗？还是我因为太久没有看到这样子的色彩，所以有点很欣慰的感觉。然后我思考发现都不是，因为它并不是最所谓的震撼的景色，最震撼的日出，它其实就是一个很普通的日出而已。当然它也真的很美。然后我思考之后，我发现我的这种流泪哭的感受是，如果用一个例子来比喻的话，是一个盲人第一次看到世界的色彩。就是我发现我有这个能力，我有欣赏美的这种能力。它这个过程确实可以让我们的粗糙的心变得很细腻很温柔，所以你很容易觉察到任何的东西，然后你也很容易对任何东西能够去产生某种层面的连接或者是共鸣。然后我记得是在第9天的早上，所有人都在冥想，然后突然有一个在我前排有一个女人的声音，就是啜泣的声音传到我耳朵里边，然后我就很敏锐的捕捉到了。因为我后来问 Scott， 他说他没听到。然后这个女生就是有一种就是痛哭，就是痛哭的那种声音，就是有一种很抽搐的，然后就那种很，你知道吗？就是竖心旁一个洞那个字。然后我就听到他好像真的有点受不了了，他可能是脑海里边有什么东西正在上演，我能够理解他。然后我当时心里面一直在默念，就是 I can understand you, I can understand you, I can understand you。然后我自己也开始就是流眼泪，就是脖子发酸，就是因为我感觉有一种很强的跟他的共鸣感。虽然我不知道他在经历什么，但是我知道他经历的那种感受是什么样的，是感觉是什么样子的。感觉自己有跟他就是站得很近很近，虽然我自始至终跟他没有说过一句话，我也不知道他是谁。还有一次哭，应该就是基本上是最后一次了吧，接近中午的时候，然后老师说 OK， 从这一刻开始我们的静默解除，意味着大家可以想说就说，想笑就笑。然后我预计着那这一解除肯定大家马上会乱成一锅粥。老师说完之后他就直接走出去了，然后包括我在内，所有人都是有点可能就是在想现在我们该做什么。然后我想象中的那个乱成一锅粥没有发现，每个人又是安静的，就是走出门外去。因为我觉得可能每个人都在适应，都在过渡到底应该干什么。然后我就是一个人，我也是默默的走出门去，然后走到一个长板凳，然后坐下来，前面就是一大株植物，然后我就面对着这株植物，然后又开始流眼泪。然后那个时候的眼泪可能是有一种算是我完成了，就是哇多么棒的一个体验我竟然就是10天一天不落的把它全做完了。哇，10天里面真的很不容易。哇10天静默，哇我竟然有生命中拥有这样子的一个体验。然后但是现在我们可以说话了，就有很多那种感慨，然后就在流泪。然后突然我听到我身后有一个很欢快的声音，就是用我的余光看过去，然后边哭边微笑，就是去尝试去分享他的喜悦。他就是在第一次张开嘴巴说话的那种兴奋感，然后一路唱歌唱到了对面的草坪上。其实已经过去2个星期了，我觉得我
当时的那种感受基本上都有点渐渐的忘记了。但是我刚刚在讲这些瞬间的时候，又把我给拉回去了。当时就跟 Scott 已经分享了一遍我所有的这些想法，所以现在这其实已经是第2遍了。我对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很庆幸你就是给我定了这个名额让我来参加。我觉得我想把这个视频录下来，是因为以后也可以给自己看。然后第二的话呢，就是我也真的觉得，如果你觉得你已经感兴趣了，或者说你觉得你生命的这个空档，我感觉自己有某些问题，有某些不解的未知，有某些我需要某些帮助，需要某些指引等等，有任何这种类似的这种声音在你脑海里边出现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可以去体验一下。你觉得还能想到第2件事情，可以让你能够这么就是完全的脱离世界10天吗？就是完全的只属于自己10天吗？我觉得很难。就算是有，你可能未必做到。但是它这样的一个系统是，它能够去协助你，去帮助你，把你手机没收，然后有这样的一个明文规定，你不能跟别人说话，别人也不会跟你说话的。就算你想跟别人讲，别人也不会理你的。等这样子的一个，就是全世界都在帮你去做这个事情。像这样的机会，我真的感觉应该，我想不到第2个。然后我觉得我以后可能会再去体验一次的，至少再去体验一次。而且我想的不是去做跟我第1次一样的，就是纯粹的是一个冥想者。我想去体验一个不同的角色，就是服务者。因为那个里面所有的我们期间，我们吃住行用是要人服务你的吧？因为我们只用冥想，别的什么都不用做。那这样的一个角色其实也是志愿者的角色。有缘分的人应该自然是会去经历到的，不管是通过我还是通过什么。好了，这就是我的分享，希望可以传递给有缘人。